大家好，我是大伟。饭后晃一晃，胜过千步走。道家呢有一个功叫做晃功啊，就这么晃。你看似很简单，其实你在晃的时候啊，你全身上下都在用力，可以极大的增加我们的一个协调能力和一个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呢，它其实是一个慢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在家练习。而且练完以后啊，身体发热，感觉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呢，自古以来啊，都有一句话叫做"百练不如一斗，10斗不如一晃"这么一说。所以晃功呢，像我们平常吃完饭以后，饭后20分钟、30分钟，你不想出门散步，你就这么晃一晃就行。但是晃功看起来简单，里面还是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去琢磨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晃功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同时有用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动作。那么这个晃功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咱们把双腿分开，比我们的肩膀略宽一些，然后把我们的腿部啊稍微的屈一些就行，不要绷直，稍微的屈一些，腹部收紧啊，可以把双手啊抱紧你的腹部，把它收紧，然后整个人就开始进行一个前后轻微的一个小小的晃动。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晃。刚开始你晃的时候啊，我们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刚开始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趾啊是一直在用力的。因为当我们往前的时候，如果你的平衡不好，就会怎么样？就会往前啊跌着。所以呢，此时压力全部在我们的脚趾上，那么脚趾就会发力。脚趾你别看它小，但是在我们的走路过程当中，或者我们的稳定过程当中，你没这5个小脚趾啊，它就不行。所以呢，我们在晃的时候，你看脚趾首先练到了，然后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大腿两侧，放在你的腹部，你会发现在晃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你的身体不同的肌肉就会发力，而且这些发力啊，它和我们日常的跑步发力还不一样。这种发力啊，更像一些精细的肌群之间的协调，因为它为了保证你的稳定性，我们慢慢的，如果说你在晃的过程当中能保持腹部内收，整个幅度能越来越大，我们就可以把手往前环抱，像抱着一个大水缸一样，就这么慢慢的晃，慢悠悠的晃，这个腿啊微微的弯曲，脚后跟呢尽量不要离地啊，就这么晃。晃着晃着晃稳了，我们再可以反方向啊，把我们的逆时针再晃起来，就不间断的去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协调，做一个适应啊，就这么晃，晃着晃着身上就发热了。很多朋友说这个晃功啊，每天晃多久？我告诉大家，你们去晃的时候啊，晃个3分钟、5分钟，身上发热了就行了。做完以后啊，腿上酸酸的，身上酸酸的啊，微微有点酸，这种酸是很舒服的，这就到位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动作，叫做晃功。俗话说啊，百练不如一斗，100斗不如一晃。所谓晃功就是这么来的。晃功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在我们的身子做好架子、站桩的这个架子以后，开始晃动。这个小幅度的晃动看似没有什么，但是却能大幅度的调动到我们身体上面的每一块肌肉，包括我们脚趾，这个脚趾啊精细的肌群，包括我们的身体都能练到。所以很多人啊把晃功放在哪里去做呢？吃完饭以后，很多人都不走路了，就晃一晃，晃一个10下胜过千步走。这个晃功啊，今天要分享给大家，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咱们把这个视频啊先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好的身上肌肉都调动了，咱们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好，咱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那么晃功怎么去做，好不好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咱们腿分开，然后我们的膝盖啊是微微弯曲啊，不要绷得紧紧的，微微往下稍微沉一些，腹部收紧，把2个手啊像抱着一个大木桩一样，就这么抱着，然后整个人你看顺时针这么晃起来，晃回来以后再反过来这么摇晃。在做的时候啊，咱们千万要记住啊，这个脚尽量是什么呢？啊，要把它保持在压实我们的地面，就让整个身体晃动。很多人会质疑说，老师你就这么简单晃一下就胜过千步走了？哎，
不要着急质疑，咱们自己做起来，把手放在几个位置你就知道了。咱们自己做的时候，手可以先放腹部，啊，就像我这样放腹部，我们开始摇晃，慢慢的摇，不要着急。在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的肌肉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其中。为什么？因为你的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我们的肌肉参与是为了让什么？让我们的整个身体稳定起来。所以这会调动更多的一些你平常调动不了的肌群参与到其中。啊，这也是饭后晃一晃的一个好处。除此以外呢，你在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手放大腿两侧，你看腿部的肌肉会在不停地发力。啊，晃的方向可以顺时针变成逆时针，就这样晃。脚趾你也能明显的感觉，每个脚趾啊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你保持平衡。这就是什么晃功？把手放好，每天晃一晃。啊，正着反着你可以算一下，每天晃一个10下，这个感觉不就来了吗？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清晨的时候可以做一做，然后饭后吃完饭以后过个20分钟，把这个晃功啊练起来。经常多练一练啊，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啊会往上走一大截，而且包括你整个状态也会不一样。今天的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为，谢谢大家。饭后散步10分钟，不如道家晃功3分钟。晃功是什么？它是来自于道家的一种传统的锻炼方法啊，非常的温和。我知道很多朋友啊，吃完饭以后，有些朋友会感觉肚子胀胀的，里面有一些小气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晃功啊稍微练一练，你会发现啊，晃着晃着，慢慢的这个气啊就沉下去了。而且很多朋友做完了以后，不是上面啊就是打嗝，就是下面啊出气啊，非常的舒服啊，把我们体内的浊不干净的气啊都排出来。那么今天呢，我来把这个晃功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感觉棒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方便日后观看。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个晃功的锻炼方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大家从侧面看啊，双腿分开，身体微微下沉，然后我们身体向前倾，左右啊，你看向后这么进行一个晃动。很多朋友会说啊，大伟，你这样晃的有什么用呢？其实非常简单，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把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腿部，啊，然后你会发现，随着你重心的偏移，朝前朝后，它会不断的调动我们身体当中的肌肉发力，啊，你感受一下，往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趾在抠着地，然后呢，为了让你的身体不往前继续倾倒啊，你的脚趾在抠着地。然后呢，往左往右的时候，你的腹部是在发力的，同时你的大腿也在支撑着。在往后的时候，腹部和腿部都有支撑力。然后我们就这样晃，顺时针啊，我们去晃上一个10圈到20圈，晃着晃着，你身上就开始热了，出汗了。有些朋友晃着晃着，这个腿上的肌肉啊就开始酸了，脚趾啊开始酸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晃的时候，其实这些地方平常我们调动不了的地方，都会在逐渐发力。有些朋友去问大伟，那我这个晃功我自己可能年龄有些大，我做的不好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我们刚开始去做的时候，腿微微分开，微微下沉，然后呢，慢慢的小幅度的先晃。可以把手怎么样呢？不用去抱啊，你看就放在我们的腹部，先感受一下我们腹部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角度当中，你的肌肉啊会不断的发力啊，我们就这样晃，然后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锻炼的时间的增长，你的整个核心的力量啊，包括你的状态会变得更好，晃动的幅度会怎么样？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手可以抱架。啊，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练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也感受到这个晃功的一个帮助。我们慢慢的手抱架，然后去感受，整个人就晃起来啊，慢慢的晃，不要快。顺时针晃上一个10下，然后我们逆时针开始啊，一定要做到平衡，顺时针和逆时针都要去做。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你平常关注不到的一些小肌肉，在你晃着晃着，它慢慢就酸起来了，慢慢就跳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道家的晃功，非常稳的一个锻炼方法。我们不仅可以在饭后的时候去做，也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晃功自然而然的练一练。好了，今天的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大伟，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百练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很少有人会的晃功。这个晃功呢，咱们也被称之为老人功，或者称之为脾胃功。一般把它安排在晚饭以后30分钟以后去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消化，或者呢，把它安排在早上起床以后练完以后去吃饭，它能够很好的怎么样，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身体当中的精华，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晃功呢还能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腿脚腰腹，所以也被称之为一个老人练的老人功，越练身体越强壮。所以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功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感觉好怎么样，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呢，把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练一遍。好了，现在我来讲这个晃功怎么去做。首先，咱们练习晃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个古人定的规矩叫做背不离墙，背后一定要有一堵墙。这样的话，你在晃的时候，万一没晃好，背后靠着墙，人他就能保证一个什么呢？安全。好，第二点呢，我们要去找一下这个晃的感觉。所有朋友，你看一下我的脚和我的肩膀同宽，从侧面看一下，能感受到。来，我身体往前倾，看到没有？身体往前倾，倾到一个你最大的角度。来，侧面看一下，身体往前倾到你最大的角度。此时你的所有的力量压在我们的脚尖，你能感觉到五指抠地的感觉。好，在这个角度之下，我们来进行一个什么呢？左右摇晃，从左晃到右再从右晃到左，就这样，先晃回来，先找一下这个晃的感觉。那么在找这个晃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说几个重点第一个，你在晃的时候，双手放在我们的腿部。我之前给大家讲说这个晃功能锻炼到我们的腿脚，很多人他还感觉不相信，对不对？你现在把手放在我们的腿部，就像这样摸着，来晃一下，感受一下腿部肌肉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当你晃的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会自然而然的收紧。所以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呢也要向内稍微收一点，然后你随着越晃越大，你的肚子就开始向内收了它是一种本能的收紧。好，然后找到了这种晃的感觉以后，我们开始正式的开始练习。双腿比我们之前要再分开比我们的肩膀略微宽一些，膝盖要保证在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略微有一些弯。注意看我的膝盖是略微有一些弯的不要完全的绷直，略微有一些弯，也不要弯的很多略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在这样的角度之下，我们进行一个晃动，从前开始往后晃。很多朋友说，你大伟，你这个后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非常简单你看，人往后的时候，腹部收紧，手往前，形成一个什么平衡？所以在晃的时候，你的手会不自觉的去动起来来，侧面看一下每天就这样，把我们的腹部收紧，然后呢往后靠一靠。为什么古人说背要靠墙？就是这个原理。你在晃的时候呢，其实你感觉这个动作可能做起来非常的轻松，但是你跟着我一样把我们的腹部收紧，每天就这样晃上一个5遍到10遍不要很快，就慢慢的这样去晃从前到后，刚开始不要追求什么你的一个晃动幅度需要多大你一定要在动作标准的情况下，腿不要弯，不要动，慢慢的去做。当你慢慢的做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力，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幅度适当的进行增加慢慢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腿脚腰腹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同时呢，你在饭后饭前早上饭前晚上饭后去把这个动作练习练习，也是非常的好。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学会了以后，平常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跟着我一起慢慢的练，注意前期的感觉。当你掌握到这个感觉以后，慢慢的就可以自己独自练习了。好了，今天教学的内容比较详细，希望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点一个赞，你的一个赞会让更多人看到，无形之中也做了一件好事。我是大伟，感谢您的观看。在别人那里呢，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啊，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说白了就是皮肤变得松垮垮的。特别是很多女性啊，到了40岁以后啊，她就会出现什么呢？腋下容易堆积很多的赘肉，咱们俗称啊叫做白白肉。那么有了这个白白肉啊，不仅仅啊是穿短袖啊，别人看起来会影响美观，同时呢，这个白白肉啊还会影响到我们气血啊往手臂上进行一个通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腋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里面穿插着很多的神经以及我们的血管。当你这里啊出现大量赘肉堆积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手臂这样一夹，对吧？这个赘肉啊就会阻滞我们血管的一个气血通行。所以这个减少这个手臂的白白肉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手臂变得更好看、更轻松，甚至啊让我们的手臂啊变得更好啊，不会再出现这种四肢常年怕冷啊，甚至手麻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怎么去减去这个难缠的白白肉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每天去坚持5分钟啊，你就去做一个月，慢慢的这个手臂啊就一天比一天细。怎么去做呢？大家来看。那么首先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把双手打开。打开的时候啊，要求我们把我们的五指啊给张开。张开以后啊，手臂伸直，然后来回的啊进行一个晃动。大家可以看，在晃动的时候啊，咱们手下的白白肉啊就来回的抖动。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晃动，为什么呢？在晃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啊可以促进咱们局部的一个代谢，让脂肪啊更容易被代谢出体外。第二个呢，在晃动的时候啊，可以很有效的促进我们手臂的整体的一个血液循环啊，对于我们的手臂的塑形啊也非常的好。那么全程的过程啊，给大家做一下啊，就是手臂伸直，来回的晃啊，频率啊要快一些啊，尽可能啊达到你最快的速度啊。晃完了以后呢，咱们数啊，大概在30秒到40秒左右啊，你晃完以后啊，这个整个手臂啊会非常的酸。然后我们再举过头顶啊，举过头顶啊，也来回的晃啊。这个速度啊因人而异，有的人啊可以非常快，有的人呢他这个速度啊晃它就下来了，没有关系。我们头顶啊也是坚持一个20秒到30秒左右，最后呢就是在我们的下方啊来回的晃啊。把这3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啊，这个手臂啊会非常的酸啊。你只要去坚持去做，每天去做一会儿，然后慢慢的1周以后啊，1个月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手臂啊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哈。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比较好的视频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中医当中有一个非常滋补肾气的功法，叫做晃海功。那么这个晃海功啊，不仅仅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肾气，还可以帮助我们拉开周身的经络，促进气血的一个循环，让气血啊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行的更畅快。那么说通俗一点，比如说你腰背不好的人，经常感觉后背这个寒气嗖嗖的往外冒，同时这个腰背处经常是处于这种僵紧的人，久坐不爱动的这么一类人，你去练这个晃海功，练完以后你这个额头就会微微出汗，后背会感觉热乎乎的整个腰背肩颈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整个人身体都会很轻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晃海功怎么去做。首先这个晃海功有个准备是什么呢？叫做小晃海。小晃海就是说我们先把我们的筋给拉开来我们手可以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微微的往一边去倒。这个往一边倒它有一个小技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横向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不可以往偏后倒，我也不可以往偏前倒，我们必须在一个侧面去倒下来倒下来的时候，注意你的这个整个屁股一定要感觉2个屁股坐实了板凳，千万你别一倒这个腿就抬起来了这样就不对了那我们倒的时候屁股坐实了板凳，感觉到极限了腰部这边有个筋扯着，咱们就不动了，保持一会儿，回正再来往另一侧，再回再往左，好，往右，我们左右算1下。做完10下以后，开始练习晃海功。这个晃海功这个手势就要往后放了，贴近我们的腰部，双手抵住腰部。你看我手往腰部一顶，我整个胸就会挺起来了把胸挺起来以后，保持这个胸的一个直立，在直立的状态下，我们进行晃动就是想象你是在画一个圆圈画过来，好，这是最基础的。一会儿
大伟还要教大家呼吸，为什么呢？你只有配合着呼吸这样去练，你才可以把你的腰背上的这个经络啊给真正的疏通开来。这个呼吸怎么做呢？我们把基本动作做好，然后看好，在这儿画半圆的时候，咱们来吐气，吐好，吐完以后到这儿快回去了，吸气，吸，再吐，吐气，然后吸气。吐气，吸气。那么顺时针做完了以后，逆时针也是一样的。你看，吐气，然后吸气，吐气，吸气。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因为我们双手是贴近腰部的，所以你在做这个半圆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手下的这个筋啊、肌肉啊，在手下在滑动啊，会有变硬、变软、变硬、变软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啊，其实就是在给你的这个肌肉啊做了一个伸展、放松、伸展、放松这么一个过程。它可以很好的激活我们身体深层的一些肌肉，同时拉开我们的经络啊，让我们的后背啊变得更好、更健康。那么在这么旋转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身体的气血啊也会随着你的旋转而旋转。我们顺时针做一个，逆时针做一个，算一下啊。我们每天去晃一个15下到20下，那么你的这个做完以后啊，身体应该是处于微微冒汗的。同时注意这个频率啊不可过快啊，这个就属于过快的频率啊。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腰背持续挺直，慢慢的做，吐气，慢慢。然后回，好，再来第二个，然后绕完15圈以后，反过来再绕15圈啊，做完以后，身体会非常的舒服。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没事练一练，对于身体非常的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群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康和长寿。那么健康和长寿有没有什么法宝呢？肯定是有的啊。想要健康和长寿，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那么现在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经常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这样的心情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一些事物的话，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健康。相反的呢，如果说我们经常比如说发一些无名火经常看到一些事不顺眼就内心里面和自己斗气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发生一些紊乱的一些问题，同时身体还会分泌一些有毒危害的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一种激素。所以说保持笑口常开就是我们健康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饮食。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咱们一定要记住，想要健康，这个嘴巴上面就要做到尽量去吃清淡的食物不要去吃过甜过咸的一些食物。同时呢，不要尽量不要去多抽烟，或者我们尽量不要去酗酒。这个多喝酒多抽烟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危害比较大的一样人群。如果你身边有人这个抽烟比较多，喝酒也没有节制，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抽烟和喝酒都是引发一些中老年人群这种一些心血管问题的一种比较大的一种罪魁祸首。好，第三个呢，就是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保健这种锻炼方法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群。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咬紧牙关。为什么要咬紧牙关呢？因为这样去做的话，可以去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一个牙口激活我们的一个让我们的唾液分泌提高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好，牙齿咬紧了以后，要用我们的舌头抵住我们的上颚舌头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上颚，我们的舌头就要往上去顶它。为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有说法了在中医里面叫做搭鹊桥我们咬紧牙关，抵住我们的上颚，然后呢，大家注意我们把手握拳站直了以后，把手握拳，咬牙抵住上颚，做好了以后，吸气踮脚吸气踮脚，然后呢，下放的时候松下放的时候松，做个完整的握拳抵住上颚，然后呢，吸气踮脚，然后全身要有一种绷紧的感觉绷紧的感觉，然后松，再来吸气踮脚松，随着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身体下落松然后我们再来松，再来
松。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我在上去的时候，我的手啊握拳要握紧，然后呢咬牙，舌顶上颚，然后下来的时候啊就全身放松。那么这样去练呢，它可以去促导我们气的一个循环，同时啊帮助我们啊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血液的一些流动啊，刺激我们整个代谢。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呢，咱们每天做一个20下。中老年人群一定要谨记笑口常开啊，饮食控制啊，吃一些清淡食物，同时啊这个动作每天去练一练。就这样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健康和长寿。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啊大伟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把视频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谢谢大家。